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张启凯委员、陈凤金小姐、赖世宝委员、郑正前委员、刘彩薇议员。好，那么中国跟俄国深化军事合作，他们搞了一个海上联合2025的军事演习，而且呢，双方都把他的军力展示出来哈。那外国媒体是说了中俄8月的联合军演呢，大陆想要取代美国在亚太军事称王其实大陆要不要称王不知道，但是美国一直很怕，就是说中国取代了台在亚洲呢，美国的影响力降低因为美国要称王了卧榻之旁气容他人酣睡，你来称什么王？那大陆最近展示福建号福建号第3艘航母了它的电磁弹射曝光。以前都是旧的，不是用弹射的了那这个福建号第一个它的弹射的航母，那他们这个也算是这个宣传歼15，它的身影投射在飞行的甲板上面人这么小这个影这么大因为阳光一照射嘛好，那么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军演。目标已录取，目标方位3两洞，距离27列。解放军导弹驱逐舰绍兴舰驶入指定海域，舰载直升机起飞。另一边，俄罗斯海军专家登上大陆救援舰西湖号，面对面交流军事技术。中俄2025海上联合演习全面启动，这是自2012年以来双方第10次海上军演。两国官兵组成联合指挥部，在俄罗斯海参崴港附近海域展开为期3天的综合演练，涵盖水下攻防、救援与反潜作战等。朝海上目标开火，中俄全方位磨合联合作战能力。除此之外，双方也趁机联络感情，在甲板举行招待会，有古筝弹奏、大合唱，还有川剧变脸表演。但中俄军演让日本很不满，在2025国防白皮书中，将中俄军事合作列为最大战略挑战，直言军演与军机频繁侵入空域，已经威胁区域安全与日本防卫。同时间，大陆持续秀肌肉，央视释出最新军事纪录片，空拍曝光福建舰全貌，画面中还夹带几秒新战机歼15T 电磁弹射起飞画面，虽为正面曝光，却吊足外界胃口。与原来的歼15比呢，它的特点就是弹。歼15T 强化弹射感射技，满油满弹状态也能弹射起飞，灵活适应辽宁舰、山东舰以及福建舰。专家分析，这恐让共军远洋作战能力大幅提升，剑指美日不言而喻。好，凤欣怎么看？这个谁是在亚太地区称王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到底主观意愿是什么。关键点都是在于你的经济实力、你的科技实力到达了什么程度，你的军事实力会到达什么的程度。那么当然我知道全世界的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大陆认为他们的军事野心非常的大，然后呢军事支出你看成长的幅度非常的大，可是当美国要求北约要求他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国，那么这些呢都必须要把军事支出占他 GDP 的比重拉高到5%，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去回头看一下，中国大陆其实多年以来，一直到今年的军费支出，他们说成长多少，其实都没有超过2%，占 GDP 的比重不超过2%。可是美国认为全世界都要成长到5%，那这点其实就变成了各国极为沉重的负担。而对中国大陆来讲，其实它的发展有余裕，那个余裕就是来自于它借由它的经济量体的大。然后再加上它在科技上面其实有很多的突破，然后它的制造实力其实是大的，尤其是造舰的这个实力，其实它造舰的实力现在是美国的几10倍，好，所以现在美国才需要韩国来协助它，然后这个协助它的这个造舰实力，所以这里面它在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科技制造实力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的军事实力就势必会达到一定的程度。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头来看的是说，那这时候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是说，我要围堵你，让你出不了第一岛链，还是我们必须要去认清现实，它就是出得了第一岛链。因为现在不管是它的武器，或者是那么各式各样的这些讯息，都已经呈现出来说，它已经出了第一岛链了。现在的关键点已经不在于第一岛链锁不锁得住它。其实美国呢，现在采取的做法是将它自己的实力退到第2岛链关岛为主，然后呢，要求第一岛链啊，日本啦、韩国啦、澳洲啦、台湾啦，就是只要两岸发生战争，就会要求说，那你日本就要出兵，然后你韩国就要出兵，然后你澳洲就要出兵。那请问一下，人家为什么呢？
在你美国往后退的时候，人家为什么要出兵呢？所以我们先要去认清这个现实。然后第二个部分是，现在美国的媒体开始有一些人炒作说，台湾啊，你看都跟乌克兰对比，可是没有做得像乌克兰这么多。那么我想问的是，乌克兰的土地面积这么大，我们就是36000平方公里。你要知道，俄罗斯从2014年他去占领乌克兰的土地面积，就已经超过了台湾的总土地面积。我们经得起像乌克兰这样打法吗？因为乌克兰是土地面积大的国家，它可以节节往后退。它现在就算退到了第聂伯河以西，对不起，它还有一半的土地在它自己的手上。可是我们能退吗？我们有中央山脉以东可以退吗？没有，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能够像乌克兰这样子，我给你打到鱼死网破，我给你打到城破为止。这不是我们该去面对的一个做法。我们不是要去守住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霸权，我们要守住的是台湾，保存我们现在的制度，让我们生活得更好。如果你不去认清国际现实，然后在国际现实当中，你一路的跟随着美国啦啦队，那这个时候贸易就要你出钱，投资也要你出钱，然后安全也要你出钱。难道我们真的想要让我们自己陷于这样子的一个命运吗？好吧，现在这个明年的我们的国防支出，因为美国要求我们增加国防支出了，会达到 GDP 的3%以上。军购特别预算超过6000亿，包括无人机、无人艇，还有对美国采购都算在这个特别预算啊。那另外呢，这个美国智库 CSIS 兵推，如果老共封锁我们天然气10天就用完了啊，因为原来台湾的天然气大概夏天只有7天的存量。冬天有大概11、12天的存量啊。那另外呢，台湾不如乌克兰，刚刚提到，第一个你土地面积也不如嘛，就像当时日本打中国大陆，蒋介石可以喊我们要用空间换取时间，它那么大，让你打，推啊，对不对？我这个首都可以从南京变成这个重庆陪都，它可以一直退嘛，那台湾怎么办呢？所以变成台湾一来就打城镇战。要不然就是要到上山打游击。那上山你认为我们可以上山打游击吗？这些人能够上山打游击吗？你又不是原住民啊，原住民搞不好都不见得能够打这个山地这个游击战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你退无可退嘛。很多你要看每个国家情况不同。你俄罗斯当时德国打他，纳粹打他，列宁格勒包围那么多天，为什么天寒地冻很冷啊？德国人都受不了那个冷啊，所以它有各种天候的因素、地理的因素、各种的因素。那现在是讲说你的作战意志了，美国媒体 diplomat 外交家是说汉光他们来看汉光演习了，老美来了400个人嘛，老美一定在看也在观察，他说像表演啊，他就是啊，他不是吗？说恐怕等不到美国出手相助吧，说台湾呢，这个很多台湾人仍旧难以想象战争，多年的和平与繁荣削弱了危机感，相较于乌克兰人在2021年就已经接受入侵风险可能成真，台湾社会还是跟战争保持了心理的距离，所以它本来就是这样啊，因为本来两岸之间好好的，也没有那么严重啊。你说老共当然他喊要把台湾拿去，最早的时候喊的叫做学习台湾，因为那时候蒋介石喊的呢。是要怎么要这个反攻大陆，对不对？所以老共讲的叫学习台湾，后来不讲学习了，慢慢温和一点，然后呢，我们就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们呢就喊大概什么和平统一啊，怎么反正就是大家高来高去，但是基本上以前老共没有这个能力，那现在大家觉得他慢慢能力有了，那能力有了是不是一定要拿？那就是他的这个意愿问题嘛。我有能力，我是不是要打你？那第一个看出付出多少代价，第二个看呢我总要师出有名，我为什么要打你，对不对？第二个我能不能打呢？第二个我打了以后，打赢了以后，我要怎么样这个收拾残局呢？怎么样能够不要避免两岸之间的这个深仇大恨呢？他考虑的东西很多，还有国际国际性都要考虑的所以我也认为说，除非你逼得他不得已要打你以及这个实在是不打他不行了那这个时候那。你是逼他嘛？你都不逼他，他真的没事，真的就是就冒天下之大不韪打你，他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呢，台湾一般也觉得，马英九说两岸处理还好啊，对不对？然后呢，国际外交也休兵啊，
哦，那民进党就一直讲说他是出卖了主权。我一直不解马英九到时候出卖的什么主权？你告诉我，马英九出卖了什么主权？那你现在民进党从蔡英文到现在赖清德快10年了，那你又获得了什么主权？你得到了什么？你告诉我，外交丢了9个国家，对不对？国际组织通通不能去，观察员都做不了。两岸越来越紧张，他一直过我们的中线，一直过中线。你告诉我，你争取了哪一丝一毫的主权？你就比就比出来了嘛？你在讲些什么呢？哦，所以呢，台湾现在当然现在慢慢比较有这个紧张气氛了。哦，因为那个汉光虽然汉光演习像表演，但是他得发觉啊，真的打城镇战了，坦克车都跑进来了。的确，所以我一讲哦，这种东西有大家的判断。在大罢免之前，我认为赖清德是故意把汉光演习搞汉光40要搞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演习、最大的演习，搞了2万多个后备军人来参加。他认为是让大家觉得老公要打我们了，配合什么曹新成啊、巴炯啊什么这些人，哇，那个大内宣哦。然后呢，什么沈伯洋啊，哇，老公要打来了，所以呢，号召年轻人要投民进党，要反这个，要投这个罢免。我就想，我说他是适得其反啊。本来大家以为那个很遥远，发现真的来了，而且来就登陆了，而且我们旁边了，哦，在捷运站了，哦，就在这里，就在那里。你认为是对民进党是有利的吗？我才不相信那么笨，台湾人那么笨。哦，果然结果就是这样子嘛。当然，结果不是任何一件事，1万块可能是一个。汉光演习吓年轻人是一个，哦，这个是一个，那个是一个，然后反对认为说31个就把人统统罢免，这不合理，没有公道，这是它有很多加起来的因素导致这样的结果，哦，好吧，所以呢说等不到美国相助了，那边又说这个什么天然气被你一围用不到10天呢，哦，那中美还不是中台，中国跟美国如果爆发冲突，谁会选边站？大陆学者说，没有国家愿意主动卷入。日本已经讲了，我们跟美日有安保条约，美国如果打我们，日本跟了后勤补给，韩国到现在一直摇摇摆摆。哦，英国很远，说我们会去啊，英国第一次因为很远了，他去。澳洲呢，好像被美国逼的表态哈。那另外呢，中国海警去骚扰东沙了，哦，怀疑他是不是要测验我们的海巡的应变力？对这22小时。航向多变，变来变去航向，还把 AIS 夜间的这个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关闭，所以再看看你到底海巡能力如何。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演习项目之一了，但是说实话，老公要拿东沙也不必搞这么麻烦，说拿就拿了，还有那么麻烦吗？哦，来，施宝兄怎么看？是啊，现在两岸越来越紧张了，这个完全是民进党政府所造成的哈，他就用抗中保台。抗中保的这个红利啊，有学者这样讲，红利让民进党吃了10年了，吃了10年差不多了。现在就发现说，抗中不一定会保台，而且现在看起来是抗中不会保台，因为很清楚，这个你汉光演习一加强力度，年轻人惊到了，真正会修台嘞。可是我参加了很多，包括我们这里要跑行程的我们的政委员都知道，我们有民防啊，有义警啊什么之类的相关的单位我会去啊。就大家都没有感觉啊，都没有感觉。可是他把这个都算进来的，要报给老美看，说，我民防增加多少人，我什么要增加多少，所以防卫的韧性他要加强。可是你注意看到，我们来讲，两岸的和平真的要保台湾是这样子的吗？他喜欢提到讲乌克兰，就刚主持人所提到的乌克兰不一样，它地这么大，我们的地这么小，而且这样一打仗，台湾全面都是嘛。一打仗，我们就焦土一片；一打仗，我们的维生系统现在很重要的。刚刚为什么特别提到能源 energy 方面，就是我们的天然气，这个非常重。对台湾来讲，我们90%几的能源都是靠进口的。那一封锁，你怎么办？所以这整个来讲，就是让台湾整个没有办法运作。你去看到乌克兰全面打仗的时候，他的国家基本上还在运作，你会发现还在运作。那如果台湾真的这个一打仗的话，整个台湾就是变战场了嘛？变战场，请问各位啊，那种心里的害怕，你要跑去哪里？你说我挤飞机啊、要飞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些都是点点滴滴啊。就是当我们的实力跟对方实力差这么多的时候，你再怎么加强，你当然是要加强，但是跟老美的预期是不一样。最后我加一点就是老美，你就看到川普，他没有讲过一句话说我要出兵来帮台湾。那拜登最少讲了4次以上吧，4次，
对不对？他一次都没有讲。现在是什么？哎，我不需要，韩国你来，日本你来，澳洲你来，那这关代际，真的要打仗的时候，真的你说这里很重要，说这边啊，这个怕老共变成一个亚洲的霸主，这个时候你要自己来呀，你好歹你讲一下吧。他为什么不敢讲？因为他有求于习近平呢，他要跟习近平见面呢，他怕这个一讲的时候，习近平说不定我不跟你见面的。哎，这个东西他权衡之间呢，他是道地的生意人，一定看谁对我比较好，谁怎么样。台湾对他来讲小利益，大陆对他来讲是大利益，这个相权衡之下就非常清楚了嘛。而且你不要认为说哈，只有川普这样，其实美国两党都干过这个事情啦。尼克森访问大陆，尼克森是反共先生哎，对，季希吉安排他偷偷去跟毛泽东见面、邓小平见面，台湾吓一跳，尼克森怎么会干这个事呢？但是尼克森还没有承认大陆哎，放弃台湾是谁？是民主党的卡特哎，是共和党、民主党两个有什么差别？他有他的考虑，他有他的利益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一个陆配哈，村长啊，花莲一个村长哦，叫做富田里吧啊，学田里学田村啊，学田村的村长，这个是大陆新娘了哈，当然也现在不是新娘了，邓万华哈，她28年前嫁到台湾来，17年前拿到身份证，经过11年，时间也漫长了。然后呢，他的先生6年前得了渐冻人症，所以他整个家就是靠他一个养，上面有公婆，下面有3个孩子，还有一个先生。人家大陆一个小女生嫁到台湾来，一辈子就等于服侍你这个台湾的先生跟他的公婆，还有抚养孩子。所以这种人很多，我常常到市场啊，或到很多地方看，很多陆配很能干的，市场里面在那边照顾这个家庭。哦，还照顾小孩。那现在呢说，因为呢你没有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就把你解职了。哦，那他也讲说，我可能因为做这个村长，所以我的工作都丢了。原来也不要就当村长，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现在什么没有，收入也没有了哈，等等。那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很大。但我们看整个事情，就是说，他没有办法，他是不能也不是不为也嘛。他不能放弃，因为什么？按照我们的法律，对不对？大陆是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叫做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主权还是我的，我不承认是你的，只是好吧，没办法，你现在占有，你就在那边管吧。其实就是这样，治理你在这里，主权是我的，所以我们根本不承认他的那个身份证啊，不承认他的户籍。我们你怎么？所以国籍法并没有包括中国，觉得中国那是我们的国籍，是指外国。那民进党现在用国籍法来办，就是2国论嘛，就他是外国。那问题来了，老共呢，大陆呢，根本也不发那个除籍证明给他，你去哪里除籍啊？你给我看你的除籍证明。那他28年以前那个时候没有这些规定，不知道这些事情嘛，所以现在有5个村里长都有同样的情况。那当时呢，南投一个这个县议员也被取消了，就被干掉了，哦。所以在野党说你是违宪嘛，就是2国论是违宪的嘛，你法律总要有一致性嘛，你否则让人民有时候很难不知道怎么办嘛。哦，内政部又新下一个命令，没有放弃中华民国以外国籍的村里长，依国籍法解职，不可以了，不可以继续干啊。哦，陆委会是因为对于我们国家忠诚义务的要求，所以呢要解职你，把你解掉哦。那另外呢，下一个到是谁？现在是这个邓万华，下一个是谁？双北、桃园有4个人被点名。哦，一个叫柯监理里长，他说遇到我就打行政诉讼，但是问题行政诉讼打完了，你任期也大概结束了啊。哦，那另外呢，新北里长说20年前就已经领身份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啊。那刚刚我讲那个花莲那个村长，他说，我可以放弃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我可以放弃回四川，我不回去，我可以放弃跟我以前朋友故旧的亲戚的联络，我通通放弃。
但是我没有办法放弃那个国籍，我愿意放弃，我放弃不了啊，所以多惨呐！这真是呼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哈。那因为不存在这个上市国籍，所以中和的陆配里长不满说，我怎么提供给你的？我根本申请不到，之后我去哪里？你告诉我怎么申请嘛？哦，我觉得切结也可以啊，你也不给他切结，非要他拿个证明来，所以这就要故意限制陆配的参政权，变相法理台独。就变成这样子，哦，那所以呢，赖政府偷渡两国论才是毁宪乱政。你对这些陆配公职是不教而杀谓之虐。看一下，那我在选的时候你就说我不能选嘛，太简单，你就说我不能选嘛。激动到拍下椅子，这是陆配花莲村长邓万华，因为他收到这封信，工作没了。花莲县乡公所来函，依照内政部函释要求，未完成丧失其他国家国籍证明，8月1号解除村长职务，是全台第一位。本来就很委屈啊，重点呢，他如果早跟我讲，我选的时候，你干脆就说陆配不能选就好了嘛。那个国籍陆配没有一个人开得出来的。如果他赖总统能给我开出来的话，我跟你讲，我叫他一声爹。内政部以国籍法第20条规定，取得外国国籍者不得担任公职。邓万华就算秀出持有台湾护照，强调不存在所谓的国籍问题，仍遭解职，将提诉愿争取权益。因为内政部在今年1月就认定共有5名村里长具有大陆国籍，展开猎巫动作，公务员也要当心。陆委会要修正行政院及所属机关人员到香港或澳门增加非公务事由，事前事后都要通报，若偷跑去将面临惩处。只是否为矫枉过正呢？对此，陆委会截稿前未回应，先依行政程序报请行政院核定。对此，行政院表示会在收到后进行审查。赖政府防范大陆对台渗透，不分界限，公务员全都管。来，这个戚凯，这村长真的很可怜哈，他不是不申请哦，他是放弃不了，申请不到。那我先跟他讲一下，这是法令上的一个问题。现在民进党政府搞什么？他本来应该是要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上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写得清清楚楚的，你只要嫁来台湾满10年，你就取得了参选的这个资格。所以像这个村长，他就依照这个都已经是当选的。这后来查了这5个都是，可是民进党现在突然颁一个叫做国籍法出来了。国籍法上面写的是什么？中华民国国民取得外国国籍者，不得担任中华民国的公职。可是事实上应该优先用哪一个？大部分的学者现在都出来讲，学者专家讲要先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可是民进党完全不遵守法律。上他从这个抗中保台牌，他从去年就开始做了。去年南投有个县议员叫史雪燕啊，他是第一个当选台湾县议员的。他从2018年，就是蔡英文当总统的时候，他当到2022年哦都没事哦，参选当选到后来都没事了，他已经卸任了。结果民进党竟然在去年的年底啊，去说让他解职。人都已经当完了，他从去年底开始打这个牌，那打这个牌，老实讲到底有没有用？2个我跟他讲，他们会继续打到823，726已经这张牌已经不用了，可是他们要添这个柴油，他们会继续打，到时候大家用选票好好教训他。第二个，我代表台湾民众党，我已经提出了修正案了。之前啊，民进党寄给所有我们台湾在早期来到台湾定居的所有的陆配12000多户，连2代全部都撒下去。他们后来内政部长问他说：“你怎么连2代都要他回去放弃？这个根本就是不通的。”他还公开道歉哦。刘世芳内政部长，我在执行他是公开道歉的哦。然后他们就说，如果是比较早期来的，这个他们会有一个比较和缓的，这要开一个说明会，慢慢怎么去解决。可到目前还有2、3千会都没有解决。我现在已经带完台湾民众党，我正式提案了，早期已经通过的就没有什么取消这个户籍这个问题。我们最近因为现在大罢免已经过了嘛，对不对？我们在内政委员会尽快来审这个，希望在这个会期通过3读。另外刚刚谈一下哈，我觉得民进党一路还在打抗中保台牌，还在这样两岸恶意螺旋在升高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川普上来以后，整个地缘关系是变的。刚就赵大哥讲了嘛，美国已经往后退啦，他现在叫谁往前冲？叫美国跟叫日本跟南韩，然后澳洲，刚刚戴伟他少一个，叫台湾往前冲啊。我们为什么要往前冲？南韩这段时间是最明显的。南韩现在在高关税的压力之下，现在美国说叫他要去谈，说你那个金我这边有些驻金在这边，我要提高你的金饰的这个费用，要不然的话我可能要撤一些兵回来。现在南韩提了什么条件，大家知道吗？他说南北韩之间的这个军事设备的事情，还有美国军队在我这边的，我们可以负担，可是台湾有事，我们不负责。南韩讲这么清楚哦。你台湾那么远哦，南韩，你不要把这个美军驻扎在这边的，你要保护台湾的，台湾有事他们不负责，他已经讲这么清楚了。第二，我更要讲了，
民进党现在一直在升高两岸的这个危机的时候，很多在讲，连美国都讲说，我们跟乌克兰不能比。拜托，乌克兰现在是什么惨况？很多人家破人亡。乌克兰现在是16岁年轻人、小孩子刚刚还不算成年，16岁就要去当兵现在提高多少？现在很多到处抓兵60岁不止马路上抓年轻人，赵大哥，我们差一点都被抓进，连60岁都要去当兵了，16岁到60，台湾怎么可以跟乌克兰比呢？乌克兰现在多惨，家破人亡，然后东部的几州的这个什么稀土跟矿产50%要给美国美国一天到晚只叫他停战啊！你说他有什么保护他也没有啊！台湾怎么可能像乌克兰？我第一个推个具体的建议啦，我一直在呼吁点。民进党如果认为两岸是紧张的，你就要像当初那阿扁的儿子陈志忠做那个狐狸挺身说我要去当兵，我是光荣的。然后阿扁就会讲啊，说我也是人家的父母，我不会把小孩推上这个战场去。现在民进党做的两个完全跟阿扁那时候做的不一样。第一个，他们的小孩在外面很多人都不回来当兵。第二个，他们来推我们上战场去，我们人民怎么会服气呢？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什么？我们就是避战嘛。我们不要美国一直把我们往前推的同时，或者民进党一直在升高这两岸的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让两岸这个和平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来，政委。我觉得看到这个陆配他们从政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了民进党政府真的当家闹事，然后自己在违宪乱政的一个情况。因为以按照现在中华民国宪法来讲的时候，其实本来就是一个中国的概念。那所以说大陆本来就是我们的，刚刚赵哥有特别提到。那所以说在两岸相关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很清楚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之前他们在从政的时候呢，当时的选委会、内政部都没有问题啊，他们也是照正常的程序去申请，然后去选举，然后当选，甚至有些都已经当完了。然后现在的时候，赖清德政府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乱，那么他就开始用国籍法想套到这个大陆的陆配他们的身上。可国籍法当时本来就不含在中国大陆这一块，把它给包含进来，所以他现在在弄这一块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就是当家闹事。然后他们想趁这个状态的时候呢，某个部分想要去达成一个法理台独的状态。为什么？因为大陆不可能开出去国籍证明给嫁到台湾的陆配，因为他们基本上大陆根本不会这么去做。那他们大陆原本是否认双重国籍的一个情况，所以除非你有拿到一个新的国籍，他们才有可能开出这状态。可是台湾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国家，所以他们不可能开出来。所以这部分等于是民进党政府现在这个做法，等于是把这些陆配他们全部都卡死掉了，进不行，退也不行。可是我必须讲，从整个法律的逻辑当中的时候，我觉得民进党政府他们其实真的是完全的违宪乱政，然后当家闹事。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会让台湾处在一个更不利的状态。那在上一段的时候，我们有特别谈到的状态，就是说，好像美国他们来看我们的汉光演习，觉得说台湾好像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原因一个状态的时候是，确实是很多台湾的民众，他们在过去马政府的年代的时候，他们发现两岸的关系有可能透过政治的有智慧的方式来解决，未必一定要兵戎相见。那如果说一定要兵戎相见，说实话，我们台湾这边的时候也是无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所以我们也在加强我们的一个军力。可是问题，加强军力并不是真正解决两岸问题的唯一的一解方所以我觉得说，事实上两岸关系要解决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需要有更好的一个政治智慧。那不是说像那个 diplomats 那外交家他这边在讲说，好像台湾这边民众都没有那个做好战争准备。我觉得某一个部分，这感觉好像有一个潜台词，好像是要让台湾买更多的一个武器，感觉好像是要给台湾那个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可是我必须要讲，两岸关系的解决，并不是你买更多的武器就能够解决的，它需要有更好的一个政治智慧才能够解决。民进党现在怎么说了说两岸关系是没错，这个规范两岸，两岸关系没有规范就用其他的法律，一直就用国际法。两岸关系条例这个当然属于两岸关系条例的规范，然后没有规范，你怎么用国际法？我刚去查了一下，你们知道国际法什么时候立的法吗？知道吗？民国13年，对，他一定是民国13年我们就有国际法，因为那个时候会把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讲的国际法当然是中华民国嘛，他怎么还在分这个分那个？只有两岸条例才有分两岸嘛，才会分呢。所以你用国际法来规范，你脑筋坏掉，笑死人了！休息一下再回来。